我和弟弟遭遇了车祸，我的心脏破裂，急需紧急手术。可身为院长的母亲却召集了所有能调动的医生，去了弟弟的病房。他不过是擦破了点皮，母亲却要给他做全身扫描，而我只能躺在原地流血不止。我哀求他救救我，他却不耐烦地厉声呵斥：你就不能别总想着抢风头？你弟弟差点伤了骨头。最后我死在了手术台上。可我的死讯传来后，那个向来厌恶我的母亲却彻底疯了。生命最后的3分钟里，我的灵魂飘到了母亲身边。她坐在弟弟菲利克斯·古德曼的病床边，满脸担忧的祈祷：菲利克斯，别这么吓妈妈好不好？快点醒过来！父亲站在一旁，满脸怒火的嘶吼：要是肖恩尽到责任保护好他，菲利克斯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等着，我非把他打死不可！我站在一旁看着，心底涌上一阵酸楚。爸，不用麻烦了，我都快死了，反正你们也不在乎。此刻，医生们正围在菲利克斯的病床前，确认他只是皮外伤，并无大碍后，一位年长的医生才敢小心翼翼地提起我：布兰查德女士，真的不用去看看肖恩吗？他车祸后的伤势看起来非常严重。母亲温柔的神情瞬间变得厌恶，她怒吼道：他又想耍什么花招？装死？他不知道自己把弟弟害成什么样了吗？我震惊地盯着他，心脏明明已经停止跳动，却还是传来一阵抽痛。我也是他们的儿子啊，他们真的一点都不在乎我吗？突然，母亲拿起手机，拨通了我的号码。护士把手机放到我耳边，可我期盼的关心没有出现，只有满满的轻蔑。肖恩·古德曼，你什么时候能下床给你弟弟道歉？我的心瞬间沉入冰窖，仅存的一丝希望彻底破灭。是啊，他从来就没在乎过我。回想起来，刚被送进医院时，我就哀求过母亲救我，可他只说，都这时候了，还想着抢风头？你没看见你弟弟差点骨折吗？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，带着整个医疗团队去照料菲利克斯。他怎么可能会爱我？护士实在看不下去，接过手机说：布兰查德女士，肖恩快撑不住了。可母亲依旧认为我在装病，发出嘲讽的笑声：那小子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跟他一起演戏？真没想到他能干出这种事。他的话音刚落，一直装晕的菲利克斯终于醒了过来。他装作虚弱的样子问：爸妈，肖恩怎么样了？母亲看着床上乖巧懂事的菲利克斯，眼神里的厌恶更浓了。肖恩，你怎么就不能学学你弟弟？被你害成这样，还惦记着你。3分钟内不滚过来道歉，以后就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说完，他挂断了电话，胸口因愤怒而剧烈起伏。父亲站在他身边，脸色难看地说：跟他废什么话？差点害死菲利克斯，这还不够吗？菲利克斯低下头，掩饰住眼底的得意，露出一副愧疚的神情，抬头看着他们：爸妈，别生他的气了。肖恩只是一直没原谅我，抢走了他的海外奖学金，我理解他为什么恨我。我忍不住笑了。到死，菲利克斯还在挑拨我和父母的关系。可父母永远都看不透他，在他们眼里，他永远是更优秀的儿子。他们也永远不会去想车祸的真正原因。不出所料，母亲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，把这么自私的人送去留学有什么用？谁知道在国外会变得多扭曲？菲利克斯轻声说：妈，别生气了，肖恩肯定有他的苦衷。母亲的神情瞬间柔和下来：菲利克斯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才总被肖恩欺负。这向来是菲利克斯的拿手好戏，知道说什么能讨父母欢心。我清楚，就算我此刻站在他们面前，把菲利克斯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全说出来，他们也只会扇我一巴掌，指责我造谣，说我只是嫉妒他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早就习惯了。他们说话间，姐姐阿什利·古德曼冲进了病房。她脚步匆匆，焦急地去查看菲利克斯的情况。一听说出了车祸，他二话不说就从另一个州飞了回来。和父母一样，他眼里也只有菲利克斯。
确认菲利克斯没事后，阿什利松了口气，随即怒气冲冲地说：“我早就说过，肖恩就是我们家的灾星。自从菲利克斯出生，他就一次次伤害他。”菲利克斯趁机装可怜：“阿什利姐，别生气了，肖恩肯定不是故意要伤害我的。”一家人听了这话，顿时炸开了锅。父亲猛地拍了桌子：“什么？这场车祸竟然是他故意要伤害你？”母亲咬牙切齿：“这个混蛋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”阿什利的眼神里满是恶毒，仿佛想把我碎尸万段。菲利克斯似乎意识到事情闹大了，他们可能会起疑心，赶紧说：“爸妈，别生肖恩的气了好不好？可能是我记错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我哥哥，他不会做这种事的。”阿什利轻轻敲了敲他的额头：“你就是太天真了，不知道人心有多险恶。”这时，母亲开口了：“有你这样的儿子，真是我们的福气。好了，妈听你的，别管那个白眼狼了，专心照顾你康复。”夕阳温暖的金光洒在菲利克斯的病床上，看着他们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样子，我心底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刺痛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我的灵魂是多么格格不入，仿佛我从来就不是这个家的一员，只是一只误入的流浪狗。我想离开，可灵魂却被紧紧束缚在母亲身边。我无法说话，只能静静地看着，默默承受着他们的轻蔑。几天后，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，菲利克斯出院了。母亲忙着给他收拾东西，父亲早就把车停在了医院门口，生怕菲利克斯多走一步路。阿什利更是连鞋都不让他自己穿。回家的路上，母亲不耐烦地嘟囔：“肖恩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弟弟住院一次都没来看过，更别说道歉了。等回家，我非好好教训他一顿不可。”父亲看了母亲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我早就说过，把他留在家里就是个麻烦，迟早要出大事。”听到“好好教训他一顿”这句话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尘封已久的记忆涌上心头。从小到大，母亲就一直偏心菲利克斯，我被要求凡事都要让着他。只因为菲利克斯出生那天，我不小心打翻了水，导致母亲滑倒早产。看着保温箱里虚弱的他，全家人都心疼坏了。父亲狠狠扇了我一巴掌，打得我耳膜穿孔：“你这个灾星，你弟弟出生第一天就差点因为你死了。”母亲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眼神里满是对我的失望。后来上小学时，就因为我和菲利克斯抢一辆玩具车，父亲把我打得3天没能下床。那是我最喜欢的玩具。虽然那只是父亲出差给菲利克斯买礼物时送的赠品，却成了我最珍视的东西。可已经有满满几箱玩具车的菲利克斯，偏要和我抢那一辆。拉扯间，他突然尖叫着哭了起来。母亲急忙跑过来，心疼地抱住他，一边哭一边吼我：“肖恩，古德曼，你弟弟已经因为你受了那么多苦，你还想怎么样？”“不是我。”我还没来得及解释，菲利克斯就挤出几滴眼泪说：“妈，别生气了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和肖恩抢玩具，惹他不高兴。”父亲回家看到这一幕，立刻把我拉到一边打了起来：“你这种冷血的孩子，根本不配待在这个家，留着你就是个祸患。”我哭着求饶，可我哭得越凶，父亲就越觉得我在装模作样，下手也越重。母亲和阿什利就站在远处冷冷地看着，仿佛我是他们的仇人，不把我打死不罢休。从那天起，只要我让菲利克斯哭了，等待我的就是父母的责骂和殴打。最后，我不再和菲利克斯争抢他们的爱，不再试图解释，也不再试图靠近。而现在，他们就这样把冰冷 lifeless 的我留在了手术台上。一回到家，菲利克斯就瘫倒在沙发上。他刚说饿，阿什利就兴冲冲地跑进厨房，迫不及待地想展示他新学的厨艺。平时娇生惯养，从不做饭的他，此刻正对着手机查找营养食谱，生怕菲利克斯肠胃不舒服。父亲送给了他最新款的豪华游戏机，说这是庆祝他死里逃生的出院礼物。母亲早就把菲利克斯的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，还摆满了净化空气的植物，
说新鲜空气有利于他恢复。菲利克斯只是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玩游戏，却足以牵动全家人的心。而我的灵魂只能静静地跟在他们身后。这个曾经无比熟悉的家，现在却让我觉得冰冷刺骨。突然，门铃响了。门口站着的人我再熟悉不过，我的女朋友凯特琳·温特。她走进屋里，第一时间就关心起菲利克斯的状况。古德曼先生，夫人，听说菲利克斯今天出院了，我给他带了些补品。菲利克斯立刻扔下游戏手柄，露出腼腆的笑容。凯特琳，不用这么麻烦的，我已经好多了。凯特琳对他露出甜美的笑容。平时对我冷淡疏离的他，此刻对菲利克斯却温柔体贴。我看着他，心底涌起一种陌生的情绪。突然，他问：肖恩呢？如果不是他提起，恐怕没人会记得还有我的存在。听到我的名字，母亲的脸色沉了下来。提那个白眼狼干什么？前几天骂了他一顿，他就再也没回家。不回来也好，既然他这么喜欢在外边待着，就永远别回来。家里没有他天天惹事，清静多了。凯特琳连忙点头，不回来更好，省得打扰菲利克斯休息。阿什利端着补品走出来，打趣地说：所以，你决定什么时候和肖恩分手了？再不抓紧，说不定就有人把菲利克斯抢走了。凯特琳羞涩地低下头，其实我今天就是想跟菲利克斯说这件事的。喉咙里涌上一阵刺痛，我自嘲地笑了笑，转身不再想看。反正不被爱的滋味，我早就习惯了。晚饭后，不知为何，母亲变得烦躁起来。她独自回到房间，开始在手机上翻找着什么。我走过去一看，她正在找我的号码，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着。可电话那头永远无人接听。最后，她烦躁地把手机摔在地上，现在连我的电话都不接了。你以为真的有人在乎你吗？我想告诉她，我死了，再也没法接你的电话了。可下一秒，她拨通了医院护士的电话。肖恩跟你说他又在耍什么花招了吗？告诉那个不知羞耻的东西，赶紧回来给弟弟道歉，或许我还能考虑让他回家。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传来护士的声音：布兰查德女士，肖恩1周前就已经去世了。他车祸导致心脏破裂，可您把所有医生都叫去了菲利克斯的病房，根本没人给他做手术。